嗨，各位跑者，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跑者常见的3个问题。很多跑者会因为这3个问题导致自己无法完成训练或比赛。这3个问题包含了呼吸、侧腹痛、抽筋。当你遇到这3个问题突发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这3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吧。开始。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呼吸技巧其实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有3种的呼吸技巧，包含了吸吐吐、吸吸吐、吸吸吐吐。这3种的呼吸技巧你可以先在跑步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呼吸，然后并且在你的跑步当中选择一种来做使用。那这3种的呼吸技巧呢，当你能够熟悉之后，其实你在跑步的节奏感也会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当我们运动强度变高了之后，我们的摄氧需求会提高，所以也意味着你的呼吸的频率也会变得比较快。那很多的跑者当呼吸频率变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过度换气的问题，或者是呼吸急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呼吸的状态，你可以中间的过程去做一些放松、深吸深吐的一个方式，来让你的呼吸从中去做一个调节，避免你整个在跑步的时候一直保持在一个很急促、很不舒服的状态。所以你可以试着像这样子深吸，然后再维持回来你原本的呼吸节奏。这一点在跑步当中呼吸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当然，当我们在跑久的时候你的呼吸可能有时候会有引发一些侧腹痛的问题。那侧腹痛的问题，如果你是经验很足的跑者，你可能相对的适应性比较高，我们就会习惯性的继续维持强度去跑步，让身体去接受侧腹痛的适应。可是对于刚开始入门的跑步新手，可能要大家去承受这样的疼痛，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你可以稍微的慢下你的速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侧腹疼痛的时候，你会让你的大脑整个呈现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状况。那如何去舒缓这个侧腹疼痛呢？我们的侧腹呢，包含我们的内外肋间肌，它的伸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你可以在侧腹痛的时候做一个弓箭步，弓箭步完之后呢，在我们的后侧的这一只脚，手成一个平行往外展的动作。那刚开始呢，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吸气，鼻子吸，把你的侧腹这边撑开，慢慢的嘴巴，再一次鼻子吸气，慢慢的吐气。那当你的整个侧腹相对的疼痛舒缓之后，你可以开始加入一些动态的活动，眼睛看着手掌，由下往上，把你的肋骨延伸开来，包含这些肌肉可以有效的伸展，慢慢的回来。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大概5到8下，让你的整个侧腹活动开来。好，我们的侧腹其实也是要透过训练，包含了我们的核心肌群、我们的骨盆的稳定，都会对于我们的侧腹痛有效的下降。也同时提醒大家，在我们跑步前的2到3小时，你需要选择的是好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好消化的蛋白质。有时候你可能在跑前2到3个小时，你跟朋友去做一个聚餐的动作，那这些餐点可能都是一些高油脂、高蛋白质，相对比较不好消化的食物，所以这也会导致怎么样？你的身体的肠胃还没有完全的把食物排空的状态下，导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上下震动的时候，肠胃跟你的侧腹有撞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也会引发侧腹痛哦。当我们遇到侧腹痛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呢，你可以把你的双手放到你的肋骨的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的把它吸气撑开，好，吐气。那在吐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指尖是会往你的肋骨去做掐进去的感觉。这个动作也可以帮助你在跑后如果有一些侧腹痛、一些状况的一个舒缓或者是你的侧腹痛是比较在侧边的位置，放在侧腹的位置，吸气，吐气。
在吐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手会压到你的肋骨的这个位置，这也是能够有效在你跑步后，如果侧腹仍然有疼痛的状况，帮助你舒缓哦。那当然，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有些人跑，突然前侧大腿忽然抽筋了，怎么办？记得我们抽筋的时候，肌肉会呈现一个向心收缩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做一个反向的伸展。比如说我的前侧大腿抽筋了，我就会把我的前侧大腿往后拉，然后让它去做到一个舒缓。那假设你的身体啊，在这个动作下是比较不稳定的，我们就会建议你可以坐下来，先坐下来，它可能还是在抽筋，赶快往后拉，去伸展我们的前侧股四头肌。那也有些同学或是跑友，他可能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有腿后肌这边的抽筋状况，那要怎么办？如果以坐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单脚伸直，另外一只脚盘腿，去做一个向前拉的动作，把我们的腿后肌这一条延伸开来，避免它在抽筋。当你的身体抽筋的状况舒缓之后我会建议你双脚打直，先做一个上下的震动，舒缓一下你的整个肌肉的一个状态。当你觉得整个呼吸以及肌肉的状态变得比较顺畅的时候，你再慢慢的起身，你可以先走个几步，好，慢慢的觉得 OK 了，快走，好，觉得可以了，你再开始跑起来。先慢慢的回到比较低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你确定一下，观察你的肌肉状况是否可以持续的把强度提高，然后再慢慢的回到你原本的运动强度。那当然，造成抽筋的原因有非常多种，比如说训练不足、晚睡。电解质不足，这些状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抽筋状况。那如果遇到抽筋状况，你没有立即去做当下的处理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肌肉的一些痉挛，或是跑后的一些疼痛状况。那也可以看我们上一季拍的静态伸展，如果你在抽筋后仍然有一些疼痛的话，可以透过静态伸展来做舒缓哦。那同时，有些人跑一跑，突然小腿抽筋了小腿抽筋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周边有一些台柱，透过这样子去拉伸，去伸展你的小腿。那如果没有这些柱子的话，你要怎么去伸展小腿呢？包含了你可以这样子压小腿，或者是呢，你可以呈现一个趴下去撑体的动作，去伸展你的小腿。以上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呼吸、侧腹痛、抽筋，你要怎么样去在从中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去做解决？这对跑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到你的比赛的进程，或者是训练的完成度。那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完成了，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就要来教大家跑步的技巧喽。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大家拜拜。